养宠物，不会因为这样你将来就堕落了到畜生道去，而且我们做人还能照顾别的众生，照顾狗狗，狗狗不会亏待人类。欢迎收听菩提麻瓜，我是小编阿若，我是林世敏林老师。欢迎收听菩提麻瓜。那本次的主题是佛教徒赞成养宠物吗？那会有这集主题呢，是因为林老师家的腊肠狗秘鲁在前几天走了这样。那最后是为了不让狗狗再受苦，所以选择安乐死离开的齁。那宠物的离世一定是非常心痛的，而且秘鲁养了19年齁。那老师，你的心情现在还好吗？还好，哭了2天。对，我们现在是第3天的时候来录音。老师说想转换一下心情齁。好，那像有些人会不愿意再体会宠物的离世，所以就不再养宠物嘛。对于爱护宠物的人来说，宠物就算是家人啊，宠物是家人的一部分嘛。那我后来有上网查一下，应该说我看了几个师父，就佛教师父讲解关于佛教徒养宠物的相关的讨论这样。然后我后来我蛮惊讶的是，应该说蛮多师父的讲法是说他不建议佛弟子们养宠物因为我想说好多人都在养宠物，结果佛教徒居然是比较不建议养宠物的，这让我蛮惊讶的。所以我就看了几个影片，然后我看了几个影片的这个师父的描述，我真是看得差点脑溢血，就是有些说法我是蛮不认同的，但我也不太确定我看的那些说法的影片到底是不是很完善的说法，所以我们今天就想要收集一些这些我有疑问的部分来跟老师请教一下。那第一个呢，我很有疑问的就是影片里面的说法是说，人养宠物养动物久了以后，人的下一世会转身投胎成动物。你佛弟子们在修行就是要开启智慧，然后你跟动物们混在一起久了，你就会妨碍你智慧的开启这种事情这样。 OK， 佛教呢大体上呢它来讲它是慈悲的，所以应该是不会说呢坚决的绝对的去禁止佛教徒呢去豢养这些宠物。佛教这个在菩萨戒里边呢，它呢这个是规定里面呢，它不是个很严格的，它有时候还可以开放一点点的。比如说你流浪狗到你们那边，你声音呢它有什么受伤，你医治它，这些呢都还 OK。那你刚刚提到就是说呢，有些人呢，他认为说你要常常跟那些狗啦猫啦在一起的话，那么因为他们是愚蠢的，在佛教讲呢，畜生道这是因为没有智慧才堕落的。那么你跟他久了物以类聚，可能最后自己也会像猫狗一样的堕落了。对，那么这样的理论呢，我呢是不予置评的。我自己也是，因为敢在我们这个视频上，或是在 YouTube 上在 Google 很多的网络的平台上，敢出来讲话的人，我想呢，他们一定胸有成竹，有他们的理由。所以我在这边先宣布一下，我都没有去指责人家，我没有想要去反驳人家。今天我纯粹呢，就提出我个人的看法了哈。刚刚你那个问题说呢，跟猫狗相处久了以后，就会受到他们的感染，那么甚至于就会变笨，甚至于呢，最严重的话，投胎变成猫狗。没错。你的意思大概是这样，但是呢，我是不太赞成。我这样说好了，释迦佛呢，他如果去救那个地狱的众生，你想想看，他跟地狱的人在一起，他有一天会不会呢堕地狱呢？有时候我们想想的话，会觉得说呢，释迦牟尼佛他去救那个地狱的众生，他不会下地狱的。同样，观世音菩萨我寻声救苦，十方诸国土呢无差不现身。那么呢，什么样的人都有，天龙八部呢几乎都不是人类有那种的蒙蛇啦，对不对？像这很多的呢怪物，可是观音菩萨会不会怕说呢，我呢才能跟他们在一起就变成怪物了呢？
那譬如讲吧，我呢在40-50岁的时候呢，在高雄跟屏东很多监狱，就是经年累月这边呢，去那边呢到监狱里面去说法，去度众生啊。可是我到现在来，我并没有怎么样被人家抓去地狱，或是因为我跟那些犯人呢，相处久了，我就变坏了，我就为非作歹了，也没有这样的顾虑了。所以我个人是认为说，养宠物不会因为这样你将来就堕落了到畜生道去，除非你发愿。比如说我们来讲，我将来如果呢悟道成佛了，我要到地狱里面像那个地藏王一样去普度众生。这是我个人呢对你刚刚提问的说，养动物会不会到最后养狗就堕落呢到狗道，你养猫就堕落到猫道？对，众生是平等的。我认为这样的理论这样的说法，我认为说还欠缺圆满，也不够慈悲了。我个人的意见。我那时候当初听到这个说法的时候，也是想说啊，如果有人现在养猫狗，然后又把猫咪狗狗抓去结扎，那这个饲主以后就会投胎转生成太监猫或太监狗不成吗？这是概念，没关系，这个这个大家都有言论的自由，大家都可以表达。好，那还有一个说法是说，跟宠物混在一起久了会变笨，就是说畜生它是愚痴的嘛，那你要开启智慧啊，你学佛要开启智慧，可是你跟宠物混久了之后，你就会不精进了，你就没有时间去精进自己了，因为你要花时间去照顾它。OK， 这个就是这又有2个问题，第一个就是说跟宠物久会不会变笨？对，我觉得我们人有时候如果比较虚心一点的话，可以从猫跟狗的身上，你还可以学到很多知识吧，你原先没有办法去学到的这样的一个，不要说只有知识学问，甚至于那种智慧。猫狗绝对呢不笨，只是因为他们的，我们佛教讲人人皆有佛性呢，他们那种智慧呢长期的被呢覆盖着，没有开显，没有发掘出来而已了。我们不敢说呢猫狗它呢在我们的教导之下，它能够变聪明，我们不敢这样讲。但是呢，我们绝对不敢呢轻视那个猫狗，因为猫狗有一天也能够成佛。世界上那么多养猫养狗的人，几乎没有听说过哪一个人智商本来180，结果他养了他的猫，养了他的狗以后，他就变成了38，是从来没有去听说过这样子的。所以呢，我认为说呢，这大可不必呢顾虑。那第二个问题呢，我认为说呢，就必须要学佛人必须要去思考一下，因为养宠物你要基于爱护、基于负责的心理，因此你要细心去照顾它，因为他们毕竟弱势团体，他们毕竟比人比较弱势了所以很多人要霸凌那个欺负狗狗这样狗或是猫，甚至呢打它，甚至于呢虐待它，把它虐死。这个东西呢，我们佛教徒站在慈悲和平共处，即说作为万物之灵的我们，不应该滥用我们的聪明，我们应该呢多付出一点照顾，因为这样关系的话，你会浪费一点时间，没有错。譬如说我太太玉茹，她为了照顾她的爱犬，她1个礼拜要给他们洗2次澡，可是洗澡不像我们还要什么那么麻烦，就是简单的用那种呢水把它泡一泡，然后我们这个在屏东有那种水龙头，对不对冲一冲那狗呢这夏天好喜欢洗澡所以说养宠物会妨碍修行，我个人倒不认为说有这么严重。为什么？因为你在照顾那个宠物的时候，你升起的怜悯的心，你升起那种慈悲的心，你付出你的精神跟劳力的服务，这是布施的，叫布施的有时候呢，那个狗因为猫它们呢跟你的沟通之间出了一点小问题，给你制造一些小的麻烦，你呢
基于同情爱护他们的心理，你忍下来了，这不就忍辱了吗？就是说，对不对？他弄碎你的东西，然后你不能生气。而且呢，我们讲佛教徒不是常常强调要禅定吗？有禅定功夫的人，绝对不会因为照顾一只猫或者是狗，他就呢升起那种懊恼之心。我认为说不至于，跟你行6度，只有帮助，没有妨害。好像能理解一点哦，因为我朋友也是养猫，那个猫咪就很喜欢，应该说他们有时候就会弄碎东西，那个时候也不能骂那些猫咪，因为那猫也不是故意的，然后他们天性可能就是这样。我可以这样讲了，现代人可以说呢是把宠物当作自己的家人了。是我以前看到美国人，我在40-50年前到美国去的时候，看到他们几乎把他们当作是自己的孩子在养，我那时候觉得很不可思议。我现在呢，尤其最后养的这只秘鲁，我呢真的是完全能够体会，它真的是我们家里的一员。它呢在我们生活里面带给我们多少的欢笑，多少的欢乐，多少的慰藉。真的，它呢像我们那只狗快20岁了，以人的年龄来计算的话了，1:6是1:7，它超过100岁了，它还拼着老命每天要跟你摇尾巴，你给它讲说过来，它就要赶快呢然后一拐一拐的弄过来。我认为它呢仁至义尽，那是一定。我认为是狗跟人呢是基于互相的信任。那么呢，我们晓得我们学佛呢不讲呢有所得啦，彼此互相呢慰藉，互相扶持。比如说导盲犬，对不对？它就是能够帮助人嘛。那么人呢去照顾它，它年老了还是需要人去照顾它的。这不就是一个和平、非常温馨、和谐的一个社会？尤其是生长在我们学佛人的人家里面，我们一点都不嫌弃他们，我们不嫌麻烦。他跟我学佛一点妨害都没有，真的。他不会，因为我也看过，就是蛮多师父说他们有养狗狗，然后他们通常都说那些狗狗就是进到佛堂里面不会乱大小便什么之类的。那倒是真的。我们家那个秘鲁听经闻法20年，哎呦，听我讲，大概呢我比较不会讲了，所以他没有开悟了。他在台南德化堂，人人都认识他。他在高雄社区大学，他们都这只狗狗了。他听了10几年，在我们菩提园的会馆，我也讲了10多年。在我们现在屏东的菩提园，哪一个人不认识他呢？他一到佛堂，他就乖乖的呢坐在那旁边。当然有时候打瞌睡了，那是因为我讲不好了。所以呢，如果说呢他会在佛堂里面乱跑，他不会。他看到佛呢，他是不会拜，但是他都用那种呢，真的用那种羡慕的、那种仰慕的、向往的那种眼光。我不知道他有没有感觉。可是佛教徒既然讲人人皆有佛性，我相信他们有一天闻佛，尤其我们在念佛的时候，一入耳根佛教经典讲，一入耳根，永为道种。声音佛号声音一进呢耳朵进去以后，它呢永远会变成你将来萌芽的一种种子。他今天呢跟我们在一起，我们常常跟他讲，你下辈子呢获得了人生，对不对？一定要好好来学佛。他怎么会来妨害我们学佛呢？我们反为一种警惕，我们如果不努力，如果我们不精进，可能有一天就跟我们的狗狗一样，那么呢失去了人生，不晓得要轮回了多久才能够又有好的因缘，那么能够真正好好的学佛了。警惕。好，那还有一个说法是说，养宠物会让你的执着变强，就是学佛弟子要修行，就是要去掉我执，那养宠物呢就会有执着。对。可是我都想说，那这样小孩不也是吗？我说真的，小孩子就是他说他觉得养宠物是一种执着，那同理的话，就是有小孩的话也是一种牵挂。养宠物会执着，嘿，这个呢
一下子很难去给他判定。不过我呢，只能这样讲，就是说呢，譬如说我爱游山玩水，到处去参访，是，我们都带着这只狗狗去的。对，因为它不去，我出去外面就心呢就有挂念，就悬挂，就是呢一颗心呢就不能放下来。可是我在打坐，我在念佛的时候，甚至我有时候这么尝试说要作曲的时候，我们这狗狗从来不叫也不会闹的，它就在那边，所以呢它也不会妨害到我。那么呢爱狗的人常常我这样想了，就是说呢他太爱那只狗了，所以那个有人他在这个 YouTube 里面的网络讲，他说最后要往生的时候呢，还呢放不下，还等于说狗狗狗狗狗，好像说呢想起他的狗了。那么如果是我的话，我82岁，我随时可以往生啊。可对我这些狗，我应该在我要走以前已经交代清楚了。所以做学生里面就跟他们先讲好，如果林老师万一先走了，对不对？哪一只狗呢？你拜托你接手，对，跟他讲，他的粮食我有几万块给你，你也不会亏本，你就好好的帮我养。这个我们就给他安排好。那所谓执着呢，就是这种爱情难舍了，爱情难舍了。这一点呢，我倒是认为说，我们学佛人养狗的话，也要稍微注意到这里。为什么呢？因为佛教里面讲到那种爱别离苦，像我这一次2天前，我们那只爱犬秘鲁呢，它往生了。那种我内心感受到的那种依依不舍，我想起了人生8苦之间的爱别离。所以我就发现呢，这20年来呢，因为我退休以后，我的孩子、孙子他们都在美国，就是没有孩子陪伴在旁边了。所以这只狗，我们把它当作像是孩子来养了。因为这样子的关系呢，才会呢爱之太深，用情太深，爱之太切，因此一时之间呢，就会乱了分寸。所以我认为说，你刚刚呢提到这个问题，学佛人确实要呢把它当作一种警惕，不要溺爱，对不对？就是跟他呢都是呢，你完全把它拿作你寄托寂寞，对不对？寄托呢你的那种呢好像孤独，你完全寄托在他身上，他一走要命了，你顿失依靠，对不对？那种彷徨，那种无助，那种悲伤，那真的是不可言喻的。这一点一定要引以为戒。是，我补充一下，因为老师他是养狗比较多，所以我们这集虽然养宠物，但其实蛮多话题会围绕在狗狗身上。是，对，因为猫呢，我们吃素在屏东，猫都不来，猫呢，它只是来转一转，转一转没得吃的，它就跑了，它不会住在我们家。是，所以我在屏东20多年，这只有流浪狗，我那边的都是流浪狗。是，流浪狗呢，我们把它收养了，所以我以狗来做我的例子来说明。好，那老师既然讲到吃素，那就不得不讲到一个问题，就是老师养狗，就是狗狗算是什么？肉食性的动物。它算杂食啦，它好像是算荤的也可以吃，素的也可以吃。是，对，猫的话就是完全的肉食这样。是，对。那有些人就会说，狗狗它一定要吃肉嘛？那我们佛弟子吃素，那你如果喂狗狗吃肉的话，这个吃肉的业障就会转到你的身上，转到饲主身上。狗呢，它这个肉食性的动物，大概在15000年吧，他们这是郭老师告诉我的，他们的基因啊，他们呢狗狗做了很大的一个转变，就是对于淀粉性的，因为人吃米吃麦啊，对于淀粉性的包容性，他们慢慢的改变了。就是它本来是完全它的消化液对完全在消化这些肉的，现在对于我们这谷类呢，它也能够消化它。所以呢，有些人讲说，我们家的狗全部吃素，那是狗不得已吃素。
真的。可是它呢，它的营养就会受影响。是狗呢，勉强可以说它可以杂食，对，可是它基本上还是肉食的。还好，我们并不要去杀生，像我们家的狗，我这学生呢，一个礼拜呢，有时候10-20个人来的，20-30个人，大家手上都会带一个什么？他们家的鸡腿啊，有时候带他们家里面的什么什么这个猪肉带一点他们的孝敬呢，我们这次秘鲁，所以他能吃的撑的肚子呢越来越大。这是题外话了。我是认为说呢，狗狗吃肉你不一定吃肉，那么呢，释迦佛时代呢，释迦佛呢，他呢这个托钵到哪里，人家给他什么东西，他就吃什么东西，对不对？那么呢，这释迦佛照样能成佛啦。何况你自己本身，如果你是吃素，你根本不吃肉，你只是买那个罐头，或者去买一点什么东西来给你们家。现在有狗饲料了，给狗狗吃，没有什么罪过的，你放心。业障不会转移。哎呦，这个东西呢想太多了，真的。学佛学到那样子的程度，钻那种牛角尖，我认为大可不必。佛在印度灵鹫山，人天仰盼狮子吼，10寸念起一枝花，却是沉默不说话。大众内心皆迷惘，未解如来神秘，做众唯独大假设，展开会心的微笑，存着破焰这一笑。那因为怎么讲？我现在想了解一个部分是说，很多影片都会说佛弟子不建议养宠物嘛，可是佛弟子就分在家人跟出家人。那出家人他说不建议养宠物，他想要专心修行就还能理解。那在家人到底能不能养宠物啊？因为同样是学佛人的话，是现代的学佛人呢，或是说现代人呢，他们有时候都不生小孩，不结婚，是。那么他们呢，每天回到家里面呢，有时候空空荡荡的。有一只狗就不一样了，那狗很厉害。我们家的狗呢，在100公尺外，它就知道你的车子回来了。它这种内心的兴奋，那种呢，跑到门边来迎接主人，那带给我们多少的慰藉。觉得说呢，做人呢，人还能够跟狗狗能沟通，真的，这在跨物种的能够沟通。真的是呢，让我们也觉得说呢，做人其实很好，而且我们做人还能照顾别的众生，照顾狗狗，对不对？狗狗不会亏待人类的。我女儿从美国回来呢，写的那的文章啊，里面呢，狗狗不会亏待人类的。这是我们那次秘鲁走了以后，我在他离开的时候写的一个小段的文字。跟我女儿从美国写回来一段的文字，你可以晓得现代的人他跟狗呢可以是怎么样子，可以和平相处了，可以相依相偎，而且可以互相鼓励的。了解。你有没有看到现在那个养老院，还有那种呢，那个有点呢这个智商比较低的那孤儿院，好多狗狗呢到那个孤儿院、老人院去安慰那些老人，有些躁症、忧郁症的人，有些马匹，有没有兔子，他们全部呢都带到，他们发现呢，比西药、比那种药物的疗效更好，更加的好，就是照护犬那种。OK， 好，所以在家人其实没有那么硬性规定说不能养宠物。讲到出家人，我觉得那像佛光山大道场不用讲了，那个他们可能不需要。现在很多道场都在深山野外的，他们如果有1-2只狗，对师父他们修行是有帮助，因为他们会戒护。对，真的，像我们在屏东的原地，我在那边住20年，我刚去的会怕，我的田中里面只有我一户人家可是那时候我们有一只狗，带给我们太大的安全了，对不对？因为来的时候狗会叫，小偷不敢来。所以我在那边住20年，没有遭过小偷，
就完全要呢感谢呢我们家有护法金刚啊，就是那狗狗。狗狗太灵敏了，太聪明了，真的。但是有些人师父就会说，养狗会影响参禅打坐啊。OK， 这个倒是我不晓得了，怎么讲呢？譬如你在打坐快要入定的时候，刚好有人来，那狗狗就会叫，可能会吵到你。可是毕竟那是比较少的情形了。那么狗狗呢，我讲过了，狗狗一般呢，我到很多的师父，我在台湾省这样转了，上百间的佛寺都有去过了。大概80%都有狗。是哦，大丛林除外了。就是平常呢比较小一点的都有狗狗，他们都安分守己。狗狗一般都不会乱大便小便的，我们家那只狗怎么会在家里不会大便小便的？真的，他们都非常的守法的，真的真的，他们都是呢会忍得到没有办法，他才会去大小便，而且他一定会去找在树下，在那个草堆里面。完了以后，你给他注意哦，他的脚呢，后腿、前脚都要弄拖一拖，怎么样？要弄那个泥土把那个他的粪便给盖住。所以呢，我认为说呢，狗狗是众生之一，照顾众生是人类，因为他是我们最好的朋友嘛，不是有这样讲吗？对不对？所以我们照顾众生是佛教徒的责任。讲到这里，我特别要说一下，你要养宠物，第一，不要买，去认养，因为你买会鼓励很多人非法的繁殖。像我们家里现在的家里，我屏东还有2只狗，另外有一只那种法斗犬啊，就是被人家呢放生的，它不会生了，不会生你就不要了，不能够赚钱了嘛，还要养它，所以把它放掉。来到我们家门口的时候，那个背部是被那个野犬啊、野狗咬到的见骨头啊，3大口都是呢发脓发臭了啊，所以呢不要用买的，我这边呼吁一下，去认养，现在太多了，认养那个流浪狗，这是一个方法。第二，如果有流浪犬，你现在到什么公园，到常有那些流浪狗，你如果看了喜欢，你可以抱回家养，不过一定要先去检查它有什么样的毛病，对不对？对啊，要去因兽医院检查。为狗狗现在最大的毛病就是心丝虫，它每个月都要吃，它不吃的话，将来那个心脏整个都被那个虫呢，把它呢整个怎么样占满了，它就死掉了。第二，要去植那个晶片，对，晶片。万一走失了，我们就知道这只狗是谁家的。那么，所以我个人认为说呢，不要用买的来呢怎么样消极的抵挡那种非法的买卖，那种的非法的繁殖这一点的。就算要买，也去合法的繁殖业者买。对，你就是到真正的合法的啊，比如说朋友送你的也好，有一点更大的注意。我的朋友他的太太专门在收留那个流浪犬，尤其是母犬，她怀孕了，她安置好，到最后她把那些小狗呢，把它打扮得漂漂亮亮的，在 7-Eleven 的那个窗口去贴，这只狗狗要寻找主人，怎么弄？那只母狗她就带去结扎。对，结扎太重要了。我们家那只狗狗是我们隔壁他本来呢比较没有这样的观念。隔壁的谁？邻居吗？还是？对，他们有好几胎呢，弄完以后就把它放生了。哇！那最后的时候呢，他问我说要不要，我说好，但是你要答应我一个条件，你们家的母狗要让我们付钱，我带它去结扎。后来我这邻居呢，他很明理，他听了我这样讲了以后，他说那我们自己送去结扎。结扎才不会在1只生2只4只8 16 32 64 128，这下去不得了啊！你知道一个都市里面呢，猫狗的常常比它的居住的人口还要多吗？就像那样子，防不胜防，可以这样讲。所以呢，养一定刚刚我讲的去认养，或者去收留那些流浪狗，带他们去结扎。没错。好。那有一题呢，就是出家人受菩萨戒是不能养宠物的这算是硬性规定是不是？讲到重点了。受菩萨戒的人不能养宠物，这是硬性的规定，因为是戒律嘛。对。为什么不能养？我现在就是要比较避重就轻先回答。
我林世敏，我爱狗狗。我从小，我3岁的时候，现在有保留照片，我就抱着那个狗照片留下来，最早的就是我3岁抱那个狗狗。我在台湾新生报，在我大学的时候，他那时候有宠物与我的一个征文，我就写我们家里的哈利、骷髅啊，那么呢，我跟他们相处，在童年的那种相处的经过被刊登了啊，就在那个台湾新生报的副刊。是土狗吗？哎，对，那样子的这个，我从小就喜欢，长大以后，我妹妹2个妹妹也都喜欢，一直到现在。我女儿还有呢，我的孙女儿们，大家都爱狗狗。我呢没有受戒，我一受戒就不能够养狗了。我并不是叫大家不要受戒，因为我个人的修行比较差，我也不怕大家见笑。我是说呢，你如果受完了菩萨戒，你就应该要守戒。如果你想养狗，那就暂时缓一缓，并没有说你没有受菩萨戒，你就可以为非作歹，对不对？你身心就可以放荡，没有这回事啊。所以如果你是怕，我受戒又破戒了怎么办？那林老师说出我个人的一种想法，我呢这种方法不是绝对有效，但是呢暂时有效，就是我暂时不要受戒，但是我佛照念，我讲经照讲，我们的视频我照说。我认为我的菩提心并没有因为我养宠物而退转。了解。林老师的妈妈也是受菩萨戒吗？是，所以后来有，所以我妈她就反对我养。后来的时候，她来屏东以后，我们养那个狗，她很喜欢。为什么？可以看家，没有小偷来，保卫家园。我妈呢自己不养狗，但她很开明，她呢不反对我们养狗。所以呢，受菩萨戒的人可以这样讲，你不要用你的名义去收养嘛，你用你儿子不就可以了吗？佛教讲方便法嘛，是这样吗？方便一下，对不对 ？OK， 是，好，钻漏洞不是啊，方便。我跟你讲，一个小孩家里有一只狗狗或者猫咪，对小孩子他将来对爱护动物，对他的慈悲的包容心，我个人认为呢有影响。是会比较有爱心，是真的。对，一个像爱狗爱猫那么爱的人，他会不爱他的爸爸，不爱他的妈妈吗？不会。你难说。我难说哦。那这个当然了，有例外了。我就认为说，看到孩子那么样爱他的宠物了哈，我就这样想说，我孩子是一个有爱心的人呢，我自己也觉得非常的欣慰。对。好，那最后呢，老师要不要讲一下那个狗狗它过世之后的处理？这样 ？OK，狗狗它往生了，像前天我那狗狗往生了，我是给它抱起来，到了佛前去行37公里，跟我们家的一个传家宝的观世音菩萨，我去那边给它行37公里。等一下，没事，老师我帮你拿卫生纸吗？我跟佛是这样讲的，说呢，西方极乐世界，我登记，我排名了，对不对？我先把我的资格让给我家的狗狗，他先去。是，我现在呢，愿意退到后面再补票，再 stand by。我跟观世音菩萨这样讲，我这辈子你帮助我很多，这只狗跟我们相处20年，你无论如何一定给它照顾一下，不要让它再堕落那个畜生道，因为它听经闻法20年，除非说我讲的太差了，它没有受益啊。我认为我们这只狗，我在我自己的文章里面这样写着的，如果庄严的生命有下一世，我希望它能够转化人生，能够一起来听经闻法来修行。如果在浩瀚的宇宙中间有净土，
我希望狗哥跟我能够同结西方缘。我认为说，因为宠物而掉眼泪，对我林世明来讲，我一点都不会觉得丢脸的，因为观世音菩萨他的慈眼视众生呢。我们用慈悲的眼，不但是看我们的爸爸妈妈，不但看我们的这个儿女，不但看了我们的学生，我的朋友，慈眼照样可以看尽受苦受难的这些畜生。但是再补充一下，我反对借着宠物来发财。怎么说？是哪种？办丧事啊，宠物它要卖棺材，它要卖那个银子钱，还要给它做7旬，每一旬都要收费的，还要折那个莲花。我这次有好多学生寄过来了，他帮我们秘鲁在超度，要超度你自己可以超度。像他走这2天，我念佛了，我最后一定是愿以此功德回向给我这只狗狗。如果我呢够力的话，他有那种心，他如果有知啊，无知那就算了，无知谁也不吃亏啊，大家要记住啊。所以呢，我认为说简单扼要。所以义儒跟我在我们家一进门口那个大石头菩提眼，那个石头底下那边有佛像在上面，义儒呢一铲一铲的这样弄，我呢一铲一铲的这样挖，怎么样子让我们的秘鲁能够在那边安息。我师父也送给我那种念佛机，不是那种太阳能那种常年的，我们秘鲁常常听，我晚上在念佛的时候那种调子，让他能够听。义主还在上面给他摆了几朵花，希望他呢能够到了西方极乐世界，还能够拿一朵花呢献给佛。他永远活在我们的心中，他不必有什么奢侈，1毛钱我们都没有花，但是我把他的安息的地方弄了很多的我的那个花的盆栽，少数的盆栽，把它弄得非常亲近的一个场所。我希望他这边安息，那么等着我们一起上西方。是 OK。 这个宠物走了，像比如说狗狗走了，你要土葬或者火葬呢，我都呢这个没有意见。那么呢，这个台湾人呢有一个图画，公西告死狗了，放水流了，就让大河冲掉。我反对这样的，因为第一太残忍，因为那个肚子会胀起来，那个放水的话，而且污染那个水源。第二，猫死了以后就挂树头，在那边发臭，那个呢蚊虫滋生。我认为说呢，而且会吓着了来往的那些过路人，这都不足取。这个谚语太恐怖了。不足取。不过早期我们都看惯了。是哦，所以早期社会真的有这样做。对。天哪。那么呢，这是风俗了，可是这种风俗不值得我们去鼓励发扬了。是。所以我认为说呢，还是在家里呢自己有怎么样当然你认为说我住公寓怎么样，那现在有那种呢专门在帮你处理的，给他赚一点点也好。但是不要像我呢，我有一个亲戚的，他弄了一个小棺木呢，就要5000块，然后呢，他们2个小孩，夫妻跟你还要给他抬棺还要抬棺，真的还有这样，他还要规定，如果你要师父念经，其实那个师父呢是的，把头发剃掉，更没有真正出家了。1个师父要多少钱，2个师父多少钱？我认为说不要花这种冤枉钱，你可以把这些钱省下来，到佛光山到慈济，到法鼓山对不对？把这个钱用你这只狗狗的名义去布施吧，对不对？我认为这也是呢，结善缘的一种方式的多节约。你像我的捐献大体器官呢，就是不要浪费了嘛，就是主要在这里了。因为我朋友猫咪过世，他也是火化，然后用个骨灰坛装起来，然后放在家里这样。是。对。那我们这集也差不多录到这里，那最后还有什么想讲的吗？在这里要回顾到我们刚开始的时候，我对于所有佛教界里面这些高僧大德居士，对不对？他们所发表的言论，我都没有反驳，我都呢没有意见我这意思讲，因为那些师父他们在讲是说，你受菩萨戒的人，你就不要养这些宠物。那我刚刚谈的呢，大部分是说
如果是一般的佛教徒可不可以养，对不对？所以这个应该要先讲清楚的，对不对？那我也讲过一个方便的方法，如果你想养宠物，你就暂时不要受戒吧，对不对？如果你一旦决定要受戒了，你就不要养。好，偷偷告诉你，如果一定要养，比如说你太太没有受戒，你就用她的名义去收养，你用你的孩子，对不对？ Okay. 这样不就让你的心更安了？如果你还有顾虑的话，祝福大家。如果有养宠物的人，安心的养，对不对？宠物是我们学道、修法、信佛、学佛的真上缘助缘呢，它绝对不会妨害我们的修行。放心吧，不要把自己的懈怠，把自己的不用功都怪罪说呢，因为要照顾他，所以让我呢堕落了。对啊，不太公平。对，是啊，也不要把那个情绪加注在狗狗身上。祝福大家，谢谢。那我们就这集录到这里，感谢大家，谢谢，下期再见，拜拜，再见。心走找形线，世界来作伙，思念你啊，轻轻叫着你的名，思念你啊，点点想起你的影，轻轻叫你名，点点想你啊，规年冬天拢无放袂记，轻轻叫你名。想你啊，早头暗暝拢藏心肝底，一定大千无论轮回出是啥所在，爱情万劫，不管世事
落洒落。思念你，你我做伙斗阵同一界团。